奇妙。你羡慕他的情调，像傻羡慕诗的牢靠，是却享受不了风自由的怀抱。牛奶替代不了面包，就像哭替代不了笑，其实是虚荣戒不掉，才会忽略每个人不同的好。完美是一个目标，有谁能够全部做到？可知道谁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心事烦恼。这世界谁来决定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底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文强，姨婆的药是不是你抓的？哦，是啊。药单在哪里？哦，等一下。这里。你真是糊涂啊！为什么你加了附子在姨婆的药里啊？现在她出事了。我是跟着你药单开的。我的药单里并没有附子啊！刚才我在姨婆家里查了药渣，里头有附子啊，肯定是你不小心抓药的时候加进去的。张师傅，我从来不说骗话的。如果真的是我错了，我一定会承认的。而且我很清楚附子跟退烧是相克的，我怎么把它们放在一起呢？草药不是很安全的吗？怎么会那么严重呢？问题就出在这附子啊！姨婆本来已经高烧不退了，她吃了这个下去啊，就会导致热包心，热气不散就会冲向她的脑部。再加上姨婆本来有哮喘病，这附子对她更加不利啊，可能会导致她呼吸麻痹、窒息而死啊。现在姨婆在加护病房，能不能醒过来还不知道啊。对不起，姨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姨婆，姨婆，你醒了。姨婆，姨婆。幸会，做梦了。我梦到姨婆死了。梦而已，不是真的。不，那感觉很真实的。我梦见姨婆死不瞑目，张大双眼看着我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弄杯牛奶给你。蒋梅祥，你在哪里？蒋梅祥，你给我出来！阿成啊，有话慢慢说嘛，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？我找蒋梅祥，你叫他出来。阿成，姨婆现在怎么样啊？你给我妈吃了什么药？她已经昏迷20几个小时了。医生已经验出来说，她是吃了你的中药之后才会搞到这个样子的。那天你看到药渣之后，不也吓了一跳，是不是？阿成啊，如果查出来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一定会负责的。负责？你要怎么负责啊？你能赔我妈一条命吗？阿成啊，我们开药店开了几十年都没事儿，会不会是你熬药的时候不小心加了什么进去啊？岂有此理！现在你们出了差错，还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，我要告你们！阿成，你先不要这样激动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躺在医院那个是我妈，医生已经叫我做好心理准备，你还叫我不要激动？阿成，不关江师傅的事啊，药是我抓的。原来是你！阿成，我已经很轻了。怎么抓错药呢？
怎么想也想不通啊！我明明是照着江师傅的药单抓药的，怎么无端端跑出个父子来呢？对不起。你跟我说对不起啊？哦，因为刚才我太用力了，弄痛你，对不起。哎，我这点伤算得了什么？我现在担心啊，就是江师傅还有药店的名誉啊。你妈说的对，你爸爸行医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意外的。要是这次因为我的粗心啊，害了一条人命啊，我这辈子也不能原谅我自己的。请问谁是负责人？什么事啊？有人报案吃了你们中药后出事，我们要看病人张阿燕的病历表和药方。等一下，我去叫爸出来。没想到阿成真的去报案了。阿成啊，阿成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是来谈姨婆的。姨婆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你们没眼睛看吗？我妈已经昏迷了2天，到现在会不会醒还不知道。要不是吃了你们的中药，我妈也不会这样。阿成啊，我们看到姨婆这样子，我们心里也不好受。可是事情还没有经过调查之前，你怎么可以去告我们，一口咬定是我们的错？我妈花钱去看医生是要治好她的病啊，到最后却搞到进 ICU。你说我告你们有错吗？我和姨婆交往几10年，我们又是亲戚关系，我们会害她吗？就算有事儿不小心，有一点人为错误，我们私底下可以解决吗？私底下解决，这是人命啊！你说私底下要怎么解决啊？总之姨婆出事了，我会感到很抱歉的。那这次的医药费就由我来付吧。你以为你付了医药费，我就会放过你吗？我告诉你，除非我妈醒了，要不然这件事我会追究到底的。这几天啊，左邻右舍啊都在唱我们，来看病的病人呐也少了很多。真的是啊，好事不出门呐，坏事传千里。来买东西的人也不多，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的生意一定受影响的。如果真的是要打起官司来的话，我们2个的棺材本加起来都不够啊。我看把药店卖了吧。那怎么行啊？那是我们一家人以后的生活怎么办？现在我担心呐，连中医师的执照都保不住啊，留着药材店也没用啊。不如我们把这间屋子卖了吧。我们在这里住了几10年了，你舍得吗？那又有什么办法？这次给安祥害惨了。新慧，怎么了？干嘛？哎。挑三拣四的，你呀，等着做老姑婆喽。讲那么多，给你拉肚子，看你有没有时间多管闲事。现在躺在医院那个是我妈，医生已经叫我做好心理准备，你还叫我不要激动？关江师傅的事啊，药是我抓的。原来是你！你喜欢就拿去。为什么要把我生活弄得一团糟？为什么要非给我那么多考验不可？我死给你看！我是你亲姐姐，要不是师轩及时出现，受伤的是我啊！那是你的报应。你越来越不可理喻，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狠毒？
事吧？新慧，你怎么了？姐，我害死人了，怎么办？你不要笑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姨婆药里的附子是我下的。是你？为什么啊？那天她一直跟我唠唠叨叨的，还说我要找一个好老公，比从20楼跳下来不死还要难。我一时沉不住气，想给她一点教训。你干嘛那么冲动？他说的是我，又不是你。她一直对着我讲，我怎么可能没有反应？我以为住院是很安全的，我不知道后果会是那么严重。那是因为你对草药的认识不够。附子本身是个有毒性的药草，一定要很小心使用。姐，这次不但害了姨婆，还可能连累了爸爸妈妈。搞不好，爸爸可能不能再当中医了。姐，我真的很担心爸会惹上官司。可能事情没那么严重，可能明天姨婆就好了呢。姐，过去我处处针对你，害你出丑，又差点被那疯子伤害，你不会恨我吗？傻瓜，我们是两姐妹，我怎么会恨你呢？对不起，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也知道你无法接受我们身份的转变，我不会怪你的。艾琳，看，小姐啊，我要的是一个意外惊喜的表情。你现在是见到你的爱人出现，你要很自然的流露出那种喜悦的感觉，明白吗？再来 ，Action！ 看，不好！大姐啊，我只要一个 shot， 一个意外惊喜的表情都做不到。再来一次，准备 ，rotate， roll， and action。看 ，OK，good take， 准备下一场。拍好了，我帮你准备下一场的衣服。怎么那么快就出院了？是我逼医生让我出院的。为什么不多休息几天？在医院太无聊了，想见的人又没有出现，每天只好被动的等人家来看我。1天、2天、3天，他都还没出现，我只好主动来找他了。老天，他这是在暗示我吗？你收工了，一起吃晚餐吧。我还要拍多一场戏，能不能多等一会儿？已经等了几天了，不在乎多等一会。我家人也想见见你。爸，姑姑，你们很早到了。我也是刚到，是你爸心急，一早就到了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拍戏延迟，所以迟到了。我刚点了菜，你看还要加点什么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新慧，最近在拍什么戏？情定事成。我想不到我的孩子竟然认识了一个大明星了。我只是一个演员，我把演戏当成一份工作而已。演员的工作一定很不简单啊。秦伯伯，我听世轩说你上次留院是因为心脏的问题，现在怎么样了？老毛病，没办法了。你有没有想过用中医来治疗？爸在美国有心脏病医生照顾的。中医疗法有什么不同呢？中医是多药连用，内外并治。心脏的临床方剂也很多，可以随时配合加减。
而且药性也不会伤害到其他丈夫，跟西药很不一样的。你对中医很有认识，不错嘛。新慧的爸爸是中医师来的，你代言的海波玛产品销量又有新的突破。这是因为新辉的形象好。你也有功劳，是你推荐的吗？原来是我眼光好啊。那有没有想过高薪聘请我回去呢？你肯赏脸吗？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诚意了。是不是在逗我开心啊？要是总裁下聘书，我义不容辞。世轩，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。那不用看了，不是新鱼。谢谢。很失望？没有，错觉。也难怪，每次都是姐送汤给你的。新宇已经很久没有来药店了。你很想念他？没有，只不过。只不过什么？好久没有见到他，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。他最近忙着拍戏，每天回到家已经3更半夜了，好累啊。你累什么累？又没拍戏。我比拍戏的更累。姐睡了，我还在数绵羊呢。不知道姨婆醒了没有？我这几晚也睡不着，我很担心姨婆的病情。安霞，你还记得那天你帮姨婆抓了药，叫我帮忙包起来吗？其实父子是我后来加上去的。对不起，害你被阿成打，又被我爸责备。我这点伤我是不介意的，可是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那天姨婆唠唠叨叨的，我只是想给她一点教训，可是我没有想到后果是那么严重的。我一直想把真相告诉你们，可是我又害怕，万一姨婆有什么不测的话，我就成了杀人凶手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过分？算了吧，你也不想把事情搞得这个样子了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我知道我自己很过分，现在担惊受怕也是活该。想，你能不能陪我去医院？怎么办？为什么姨婆还没有醒过来？走了，走了。你要多加留意注意病人。OK， 没问题。医生啊，里面那个病人怎么样了？还在昏迷中。哦，那他什么时候醒过来？很难说，我们会继续观察。哦。你也别太担心了。姨婆，她一定会吉人天下的。阿珍出来了，快走，快走，走！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这世界谁来决定？谁比谁好？谁更荣耀？你相信吗？我最后一次跟我爸一起吃饭，已经是10几年前的事了。他看起来好像特别开心。我也很开心啊，难得一家人可以一块吃饭。你的问题解决了吗？你提过想要退出演艺圈的那件事。没事了，已经解决了。只是最近祸不单行，家里又发生一些事情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。需要帮忙，随时通知我。你好像很喜欢给人意外的惊喜。怎么说呢？就像刚才我拍戏，你突然一声不响的出现；吃饭的时候又突然宣布要回你爸的公司帮忙。惊喜可以让平凡的日子增添一点欢乐。我住院那几天，
我想了很多事情，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很任性，很自我。我是因为赌气才不去帮我爸爸的。经过这次意外，我觉得人真的是很脆弱，生命也很无常，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万一我逃不过这一劫，就这样离开了，我一定会很遗憾，因为我还有很多心愿未了。所以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会珍惜每一件事情，每一个亲人，特别是跟你一起度过的每一段时光。却是不想被爱的内容。我知道他的笑从来在你眼中，我的快乐一直被尘封。黑夜画不出彩虹，像我的爱飞不进你的梦。黑夜画不出彩虹，像我的爱飞不进你的梦。今天我很开心。我也是。等了快30年的初吻，终于来了。虽然只是蜻蜓点水，虽然是迟了一点点，但好过一点都没有。还在陶醉啊？看来一整个星期都不用洗脸了。什么时候回来的啊？刚才世轩说你回来之前，我已经在家门口了，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叫我啊？我不想破坏你们的甜蜜气氛。新慧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。我又没有要你解释什么嘛。你不介意吗？说不介意是假的，可是现在的我又能介意什么？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江新慧了。你会不会气我夺你所爱？过去会，可是这种感觉已经淡化了。新慧，我很清楚，世轩的感觉中，他喜欢的人是你，我只是代替你接受他的感情，只是暂时的，迟早有一天，他还是回到你身边的。姐，其实我也很矛盾。当初我是因为喜欢秦世轩，才会冒用你的身份去接近他，而现在是我冒用你的身份和他发展感情。造物者真会戏弄人。也许他才是属于你的，你才是真正世轩的救命恩人，他心中那个锁匙圈的主人就是你。刚才那一幕，安祥也看到了。你跟他相处那么多年，他对你怎么样，你应该感觉得到吧？我把他当好朋友啊。也许安祥并不那么想呢。我看得出，他很喜欢你。麻烦你照顾一下我的手。那。以前想马马虎虎找个男人都很难，现在一来就来2个，好烦呐！
天临时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是要跟大家宣布，秦世轩从今天开始会出任公司的副总裁。世轩在美国哈佛大学是主修市场管理，今后公司的市场、财务及业务部将由他全权掌管。同时呢，开拓亚细安的市场工程也由他全权负责。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为 Vino 付出的心血，希望大家日后继续努力，为公司的业绩更上一层楼。我会在业务营运方面做一些调整，详细的计划日后向大家公布。亚细安国家是我们公司主要开拓的市场，我们会逐个征服。这些是有关公司的背景、代理的产品，还有工作伙伴的资料。看完了，你对公司的整体运作就会很清楚。我才第一天上班，你就要折磨我？我怎么敢呢？你现在可是我老板呢。以后还有很多地方要你协助我的，你可不要以老板当借口，故意避开我啊！你也真不过朋友，决定回来也不事先通知我一声，是不是感觉很惊讶呢？确实很意外。你为什么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呢？你不是一直坚持要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？人是会变的。当你从鬼门关绕了一圈回来的时候，你会发觉，其实我以前的想法根本不符合生命的价值。我不是很明白你的哲理。总之，我很开心能加入。你替姑姑当授课的任务，终于可以功德圆满了。对了，以后在公司要怎么称呼你呢？副总裁还是世轩？这样比较舒服嘛。OK， 真的很开心你能加入，以后我们俩就有机会并肩作战了。合作愉快。岂有此理！秦世轩凭什么一进公司就可以当上副总裁？我真的很不服气。论实力，论经验，我哪有一样比不上世轩的？现在居然要我安着他，哼！谁叫你不是性情？这一点呢，你已经注定输给他。像你这种情况，我看得多了。没有我 ，Vino 能在新加坡短短几年内有这样的成绩吗？是你创造的业绩又怎么样？到头来还是个职业。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想不通？打工族的命运就是这样，每个月就是拿那几千块薪水，当公司拼死拼活的，都不知道为了什么。有谁会记住你的功劳 ？Vino 今天即使少了你，还不是照样的可以生存下去呢？在这个年代呢，只有那种无路可走的人，才会效忠公司。有谁不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？要不是当初我提醒你，搞不好你现在什么好处都没有。现在多了一个姓秦的，以后我们做事会更不方便。你放心好了，后路都帮你铺好了，你还担心什么？你到底进行的怎么样？我做事你放心，我有信心呢。不用几年，我们一定能超越 Vino。我好啦，日本餐啊，好啊，我在外面等你。晶晶，哎，晶晶，你别走啊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你去哪里啦？我一直在找你啊。你还说呢，动不动就叫我，害我耳朵痒得要命，想睡个好觉都不行。那你干嘛不来找我？该出现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出现啊。新会闯祸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那你快点使法力救救姨婆啊！关我什么事？祸又不是我闯出来的。这次祸闯大了，你一定要帮新会。自己做错事情就要自己承担后果啊！他这几天很担心，承受很大的压力。要不是身份兑换，他也不会闯祸的。哦，又是我的错咯。这是你们人类的通病，太极高手推卸责任。我不是怪你，我是说新会知错了。
他以前的生活太顺利了，没有经历过风浪，应该给他一些磨练。我怕这样下去，他真的会疯掉。他已经改变很多，而且我也觉得有点累。不如你就把我们变回原形吧。你现在生活不是很好吗？感情顺利，事业也慢慢开始如意，这不是你向往已久的生活吗？我宁可一切都不要。我真的不忍心看到新慧那么痛苦。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事，不管是好的、坏的、喜欢的、不喜欢的，都是有作用的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晶晶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有一点晕啊。我送你去看医生。新慧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不小心撞到他，你帮我扶他。哦。妈，不要拆了。妈，是我。妈。我的摊位就在这，东西放这就行了。谢谢你们送我回来。医生说你血压很低，一定要多休息。我会的，谢谢你。我已经没事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你很面善，很像我一个亲人。是吗？请问你以前是住哪里？你是不是住过五级芝麻那边的排屋？我3年前刚刚从无来回来，我想你是认错人了。对不起，我临时有点事，不能陪你吃饭。爸，我找到他了，我真的找到他了。找到谁了？我找到妈妈啊！你去过了面谈了？你见过他？原来你早已经见过妈妈。只有我还像傻瓜一样被蒙在鼓里啊！你也知道，我这10几年来一直在找他的下落，我也是最近才找到他的。你找到他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？你明知道我很想念他的。我不是不想告诉你，你妈经过了一次的车祸，已经失去了记忆，而你刚刚才抚平你的伤口，我真的不忍心再挑起你的伤痛。伤痛？你知道为什么妈离开我10几年，我第一眼就认出她吗？就是因为这10几年来，每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，她的样子就自然出现在我脑海里啊。我就是因为知道你太爱你妈，所以我才不忍心把她的现状告诉你。这是什么逻辑啊？你每次都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做的，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要什么呢？要不是我偶然碰见他，你是不是想一辈子都瞒着我呢？我瞒住你是为你好，你现在已经见过了他，大概已经跟他说过了话，你看到他现在的样子，你心里好受吗？他已经忘记了我们，他心里根本没有我们了。要不是当年你对不起他，就不会搞到今天这个悲剧啊！我承认我对不起他，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补偿的机会。不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，我是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的。可是现在他已经是别人的老婆，他对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我们不能够硬逼他回到我们身边的。你太自私了！你说我自私也好，无情也好，我已经失去你妈，我不想再失去你。我是在外面做生意，根本没有你人。你别疑神疑鬼好不好？信不信由你，我不想跟你说这么多。妈，不要拆了。妈。妈，
3年前刚刚从文莱回来，我想你是认错人了。再来一杯。世轩，为什么喝那么多酒？你来啦。这个小男孩很像你，是你吗？这个女人好像见过。我们刚才见过面。她就是你妈妈。可是，她已经完完全不认得我了。喂，别再喝了，你喝很多了。我现在只想痛快的喝一场，什么都不想发。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底，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自己微笑。这世界谁来决定？谁比谁好，谁更荣耀？说到底，自信最重要，只有自己才能让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这个病人什么时候离开的？下午2、3点的时候。对不起，姨婆，是我害了你。小姐，这个病人已经脱离危险期，转到普通病房了。你是说他没事了？谢谢你，谢谢。一切还很好，老婆，你没事了。谢谢你，医生，谢谢你。姨婆，你终于好了，我担心你好几天了。你来了，你有幸了。人老了就是这样，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的。姨婆，这次是我害你的。说什么？妈，你就是吃了他们家的中药才会昏迷不醒的。不关我爸的事的，那药方是我自己加的。什么？那时候你一直要我嫁人，我一时心烦，才……你这个女人，你就为了这点小事就想毒死我妈？你的心也未免太毒了吧！我发誓，我不让父子加在你的药方会有这样的后果的。姨婆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你现在来道歉还有个屁用啊！没事没事，姨婆不怪你，别讲了，快别讲。姨婆，贝香，你也来了。人命关天呐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意气用事啊？就算你再对姨婆怎么不满，也不能做出这种事情。我不知道后果会是那么严重的。亏你还上过中医的课程，附子是含有毒性的草药，这么基本的医药常识，连安详都懂，你却不知道，你有没有用心学的？当时我在气头上没有看清楚。这种话你也说得出来啊？姨婆差一点给你害死啊！爸，我保证，我以后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。还好他救得回来，否则我看你怎么去赔人家一条命。新宇，你也真是糊涂。现在姨婆的命是捡回来了，可是阿成啊会不会妥协还不知道。
妈，你放心，祸是我闯的，我一定会负责的。你说的那么轻松啊？阿成像头蛮牛，他是不会那么轻易罢休的。别担心了，姨婆她没有生命危险，一切还好谈的，没事的。这是不是叫做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？姨婆没死，你应该很开心吧？你还说风凉话，这次我给你害惨了。不要每次做错事都怪在我头上嘛！我还以为你已经改变了，看来我还得继续伤脑筋调教你。你玩够了没有？你到底要玩到什么时候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偏要捉弄我？谁叫我跟你特别有缘呢？不然你以为我吃饱那么空闲，还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处理呢。那你就别来烦我，我已经被你害得够惨了，现在还变成杀人犯，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委屈过。你尽管骂吧，终有一天你一定会收回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反过来感谢我的。哼，绝对不会有这么一天。话可别说的那么绝哦，世事无绝对哦。难道你不觉得经过这么多事，你改变了许多吗？你学会怎么关心别人，站在别人的立场为他人着想，而且你和你姐姐的关系也好了许多。你也认为我比以前好多了是吗？我也是照着你的意思去扮好自己的角色的。那你现在可以让我还原了吧？还差那么一点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已经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没错吧？你的人格还有待修炼。我是人不是神，人是不可能完美的，人生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啊。我知道，我也感受到了，我付出的代价还不够多吗？你可要搞清楚，我是在帮你，不是在害你。终有一天，你一定会发现到，得到的不比失去的少。再见啦！小姐你啊！小姐，要吃你吗？我找老板娘。老板娘，有人找你。哦，是你啊？你今天怎么样了？我没事了，谢谢你来看我。你请坐啊，你想要喝什么，我帮你叫。不用了。其实今天来找你还有一个原因。怎么那么像我啊？这本来就是你啊！我什么时候拍过这张照片啊？你不记得了？你再仔细想一想啊！还有啊，照片里这个小男孩就是世轩，你的儿子啊。我的儿子？对啊，世轩，就昨天跟我一起陪你去诊所那个男人。我们就这样决定吧。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好。世轩，幸会，什么事啊？我刚才去找你妈妈，跟她说你是她儿子，她对你好像有些印象，还答应跟你见面。真的吗？你想一想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刺激她的记忆的？有，我们回家拿。怎么关了？刚才明明还做生意的。有点言不由衷，以为你都能懂。背对你的目送，是因为泪太重。原来太理智只会让自己更伤痛。
不上。